大家有没有觉着已经打了3年的乌俄战争特别像一场生意？2025年12月7日，美国特使基斯对着镜头轻描淡写地说出，美乌和平协议非常接近完成，最后障碍只剩下2个：顿巴斯的未来和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归属。这句话的时候，听起来多么像是在谈论破产公司的资产清算。对于那些把命填进战壕里的人来说，所谓的最后2个问题，不是谈判桌上的筹码，而是他们回不去的家乡和死在那里的兄弟。世界正在准备翻篇，资本正在准备进场，而在这场宏大的和平叙事背后，是这样的场景：欧洲的暖气永远开得很足，空气里混合着研磨咖啡与陈旧地毯的干燥气味，时间被精细地切割进议程表里，流淌得严谨且漫长。如果你今晚走进市中心的某个酒馆，男人们穿着羊毛大衣，围巾系得一丝不苟，女人们握着热腾腾的拿铁，他们的话题从欧洲央行的通胀控制到下一个冬天的能源储备，最终总会落在那场乌俄战争上。他们谈论战争的方式，像是在审视一副精密的棋盘。对他们来说，战争是欧洲价值观的辩论，是天然气账单上的数字跳动，是难民配额的行政报表，是关于战略自主的圆桌会议，是需要权衡利弊的各种红线。然而，当这些充满智慧的战略考量穿过2000公里，沉重地坠落在顿巴斯时，所有的主义与红线都瞬间坍塌，还原成了最前线士兵的生存本能。19岁的乌克兰士兵安德烈缩在战壕冰冷的墙角。入伍前，他正准备去德国留学。此刻，他正用一把颤抖的生锈匕首，试图撬开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午餐肉。身上那件来自欧洲援助的大衣，根本挡不住零下20度的透骨寒意。昨晚，战友瓦西里还在憧憬战后去巴黎看埃菲尔铁塔。今早，一架造价低廉的 FPV 无人机嗡嗡落下，瓦西里的头盔上便多了一个洞。在香榭丽舍大街吃一顿简餐的钱，购买3架这样的无人机，能带走3个像瓦西里这样想去巴黎的年轻人。安德烈没有哭，他只是把步枪抱得更紧，因为他知道，如果这道防线崩溃，那种地狱般的寒风就会毫无阻拦地吹向柏林，吹向巴黎。在欧洲，战争是圆桌上的地缘博弈，是体面的外交辞令；而在顿巴斯，战争只有一句话：只要我还没死，他们就别想过去。这是一个残酷的玩笑。一个世界在担心冬天能不能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另一个世界在冰冷的泥水里用血肉筑成堤坝，替身后挡住滔天的洪水。安德烈知道这不公平，但他依然扣下扳机。他在流血，为了让远方的人能继续抱怨琐事；他在燃烧，为了让那边的灯火继续通明。而此刻，新闻里所谓的和平协议倒计时，不过是在这2个割裂的世界之间，硬生生扯出来的一张遮羞布。美国、俄罗斯、乌克兰、欧洲，坐在谈判桌两边的人都说自己有国家利益。利益这个词听起来多么神圣，多么理性，多么宏大。可利益这种东西是有重量的，而这个重量总是需要有人去承受。比如乌克兰，如果你把时间轴拉回3年前，你会看到一个令人心碎的赌局。这个国家把全部的国运，把几代人的未来，把所有的尊严和血肉都压在了那一条看不见的红线上。它压在欧美的军援承诺上，压在国际舆论的同情上，压在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正义必胜的信念上。为了这个赌局，一个国家所有最普通、最柔软的部分都被迫硬成了钢铁。我们都知道，乌克兰不是地图上那块蓝白相间的色块，不是新闻推送里冷冰冰的伤亡数字，而是那些普通人的脸，是他们冻裂的手指，是他们急促的呼吸，是他们在爆炸声中狂乱的心跳。这3年来，乌克兰就像一个拼了命去追求女神的穷小子，那个女神叫欧美文明，叫自由世界，叫北约，只为了当初女神那句暧昧不清的承诺：坚持下去，只要你勇敢，我会在你身后，你是自由的屏障，我们与你同在。这个年轻人把积蓄掏空了，把房子抵押了，把家里兄弟的命都搭进去了，把自己的血都抽干了。欧美就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女神，她愿意给你希望，愿意在聚光灯下和你拍照，愿意给你送去标着英文的急救包和即将过期的导弹，愿意牵一下你满是血污的手，让你感觉到一丝虚幻的温暖。但她就是不愿意真正答应你。乌克兰相信了，哪怕心里有过怀疑，她也不敢不信，因为她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把国家预算，把数百万男人的生命，把整个社会的韧性，把未来50年的战略空间，全都压在了女神的一个微笑上。每天在零下20度的风雪里咬牙坚持，每天在战壕里告诉自己，再扛一下，他不会放弃我，再打2个月，等到春天，他会给更强的援助， F-16 会来的，远程导弹会来的，奇迹会发生的。再坚持1个冬天，只要我们也展示出决心，他一定会兑现承诺。结果现在
3年过去了，那边的女神突然开始犹豫了，开始冷淡了，开始计算投入产出比了。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下，这是雪崩。对于一个把全部身家性命、把祖宗18代的未来都压在你身上的人来说，你在这个节骨眼上说一句我们要务实，这不是拒绝，是毁灭。乌克兰当然受不了，他不是被甩，他是被推下了万丈悬崖。为什么女神突然会变？因为迈阿密的风向变了，华盛顿的计算器响了，美国的财政赤字高得像天花板都要掉下来，国债利息成了沉重的负担，欧洲的军火库已经空得能听到回声。汉堡和巴黎的市民看着飙升的天然气账单，早已失去了3年前的激情。欧美的选民们也累了，他们不想再为一个遥远的怎么填也填不满的泥坑买单，他们更关心超市里的牛奶多少钱，更关心移民是不是抢了自己的工作。美国派出特使，欧洲释放风声，各大主流媒体开始像变色龙一样调整语调，从之前的必须全面胜利，变成了乌克兰是否应该务实一点；从收复每一寸领土，变成了是否需要考虑冬季防御线；从俄罗斯必须失败，变成了是否应该接受冻结战线。这些话在布鲁塞尔的圆桌会议上说出来，显得那么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看上去像是在讨论一个理性选项，一个止损方案。但你把这些话翻译给前线那个19岁的安德烈听听，过去3年他失去的一切都要被一支签字笔轻轻划掉。这意味着他自己那只被冻坏的脚趾白烂了，这意味着他的城市马里乌波尔变成废墟是毫无意义的，这意味着他的家被炸没了，这些全都变成了一个笑话。然后现在有人穿着高级西装，喝着巴黎水跟他说，兄弟，咱们先停火吧，回头再算，大局为重。你让他怎么接受？你让他怎么咽下这口气？普通人的命在那些大人物眼里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是可以随意丢弃的棋子，是账本上一串可以抹去的数字。别以为痛苦只属于一方，如果你把镜头转个180度，看向战线的另一边，情况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你以为俄军就是传说中的钢铁军团吗？不，那是宣传片里的样子。在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豪车依然轰鸣；在索契的黑海海滩，游客依然在晒着太阳。对于俄罗斯的大城市中产阶级来说，战争只是一个每天晚上播放的电视直播频道，是茶余饭后关于大国复兴的谈资，是增加民族自豪感的调味剂。但在乌克兰南线，在扎波罗尔的雷区里，那些俄军的动员兵，那些来自西伯利亚偏远农村、来自布里亚特贫困家庭的预备役士兵，正面临着同样的绝望。他们每晚拖着冻僵的腿，在齐腰深的泥浆里辗转阵地。他们的补给卡车被海马斯炸毁了，他们只能喝沟里的脏水。可是没人问他们愿不愿意来这片陌生的土地送死。所谓大国对抗，是大国把痛拆解成无数份，精准地丢给每一个普通人。现在全世界的聚光灯都照在这最后的谈判结果。迈阿密、伦敦、布鲁塞尔、华盛顿、莫斯科都在谈着最后的一步。媒体耸人听闻地写道，历史性的突破即将出现。地缘政治专家摸着下巴说，双方正接近痛苦的共识。资本市场甚至提前开始狂欢。华尔街的算法已经开始下注哪个方向的重建合同更好赚钱，哪家建筑公司的股票会涨。他们在这个巨大的名利场里推杯换盏，战争仿佛已经结束了，仿佛这只是一场刚刚落幕的商业谈判。但谁来告诉前线的小伙子，如果明天停火，你们这3年的伤疤到底算什么？是勋章还是被遗弃的垃圾？谁来告诉哈尔科夫那些冻得发抖的小孩，明天还能不能吃上一顿热饭？还是说因为援助减少，连面包都要限量了？而最荒诞、最令人感到彻骨寒冷的是，这些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迈阿密那间温暖的豪宅里，不会出现在伦敦唐宁街的记者会提问环节里，不会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那张长得离谱的会议桌上，也不会出现在华盛顿国会山的听证会里。因为那些地方从来不需要承担答案，那些地方的人只需要做决定，自然有人去承担做决定的代价。所谓的最后的结果，根本不是谈判桌上最后敲定的那几个字句，也不是地图上那条红线往左移还是往右移的几公里。最后的结果是无数普通人过去3年积攒的全部重量。它是战壕里那个士兵咽气前的最后一口呼吸，它是后方母亲听到敲门声，在得知坏消息前的那最后一次祈祷，它是断腿的退伍军人在深夜里肢痛发作时的最后一声呻吟，它是乌克兰最后的骨气和被强权撕裂后留下的最后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而那些把控着世界走向的大国，那些手握香槟的大人物，他们会不会在乎这些？不会，从来不会。历史书上只会写下某年某月乌俄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至于这一行字下面埋葬了多少破碎的灵魂，没有人会在意。世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们在台下看着，有时候觉得荒诞，
有时候觉得可笑，有时候觉得愤怒。但最悲哀的是，草台班子能重演，剧本能修改，拙劣的演员能换人，甚至舞台塌了还能重建，唯独只有普通人的命永远无法重来。欧洲的咖啡馆依然温暖，而顿巴斯的雪依然在落，无声无息地掩埋着一切。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火力军。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保持关注，保持愤怒，也保持思考。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